1992年1月9日，一场高级别的学术会议正在阳光明媚的哈瓦那展开。之所以说它级别高，是因为与会者中包括了哈瓦那历史的关键参与者，曾先后担任肯尼迪和林肯约翰逊国防部长的罗伯特·麦克纳马拉。作为美国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国防部长，麦克纳马拉可以说是什么大风大浪都见过了。但讲台上格里布科夫将军一句轻描淡写的话，却让这位久经考验的资本主义战士差点没从桌子上掉下去。苏联在1962年的夏天和秋天在古巴共部署了43000人，除了防空武器、轰炸机以外，苏联还部署了6枚装有核弹头的月神导弹。麦克纳马拉后来对一个记者说，如果美国发动攻击，那么有99%的可能核战争将会打响。古巴导弹危机是人类有文字记录以来最接近全体灭亡的时刻。本期节目我们就借着俄罗斯和美国这场21世纪的新对峙，来看看1962年冷战时期的古巴究竟发生了什么，顺道再和大家简单的聊一聊美国和苏联的关系变化。作为二战期间最大的援助国和最大的被援助国，在战争结束后迅速成为彼此最大的潜在敌人，这一变化的背后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？古巴导弹危机又称古巴10月危机，此次危机从1962年10月16日持续到28日，共13天，以美国和苏联政府之间的核力量对抗而形成。当时美国在萨克拉门托部署最高戒备状态的洲际弹道导弹182枚，各类轰炸机1595架，高峰警戒状态下有1479架轰炸机和1003架加油机处于随时可用状态。同时，美军大西洋司令部7艘战略核潜艇上还备有112枚搭载核弹头的北极星弹道导弹。该部队其余导弹有4到8枚狮子座巡航导弹，16枚狼牙棒 MGM-14 巡航导弹，3艘航空母舰，每艘也载有导弹约40枚，陆基飞机备弹数量也在50枚以上。除此之外，美军欧洲司令部的弹道导弹也进入高峰警戒状态。该部队在意大利和土耳其共部署45枚朱比特中程弹道导弹，48到90枚狼牙棒巡航导弹，2艘美国第6舰队航空母舰，配备约40枚导弹，陆基飞机携带导弹约50枚。苏联对此呢也没有示弱，分别在古巴各地部署洲际弹道导弹42枚，普列谢茨克部署4枚 SS-6R-7A， 拜科努尔部署2枚。以上导弹有26枚 SS-7R-1626 已进入发射井，另有10枚被部署在开放式发射台。除了洲际导弹外，苏联还有160架战略轰炸机进入战备状态，其中100架图95雄式，60架米亚4野牛。这些轰炸机的目标是位于欧洲以及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军事基地。此外，苏联的528枚 SS-4R-12 弹道导弹也和美军一样进入了最高戒备状态。这些导弹中的492枚位于软发射场，36枚位于硬发射场，处于随时发射状态。执行核打击任务的图16、图22和米格21数量不详。1962年10月22日，肯尼迪发表电视演讲，宣布从10月24日开始对古巴进行封锁，并要求赫鲁晓夫将苏联导弹撤出古巴。同时还特别强调，如果美国被攻击的话，美军将进行更大的反击。1962年10月23日，赫鲁晓夫宣布部署在古巴的导弹完全是出于防御策略，苏联不接受美国的封锁。双方如此庞大的核弹集结数量，足以令人毛骨悚然。两国元首的发言更体现出了双方的剑拔弩张。在当时很多美军高层眼里，这场战争已无可避免。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如此大的危机发生呢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，美苏这2个战胜国分别代表了2个截然不同的经济和形态。以美国资本和民主形态为首的国家结成阵营，以苏联社会主义形态为首的国家组成了另一个阵营。全球大部分人类和国家由此开始了2种形态的暗中较量。除了经济，美国和苏联也在军事领域展开了激烈角逐，双方不断研发和使用新武器来彰显出自己的优势。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庞大也是最顶级的2个超级大国，美苏的战略考虑都没有排除核首发。也就是说，一旦开战，任何一方都打算朝对方的主要设施先扔上几枚核弹，以对方的军事力量或基础设施瘫痪，无法进行核反击为主要目标。很显然，常规武器火力不可能达到这样的效果。1962年前，人类所拥有的导弹技术已经覆盖到了18000公里外的目标。不管是美国还是苏联，都可以从自己的国土上直接打击对方国土内的任意目标。同时，双方的战略轰炸机队
也能够打击对方领土内的目标。但是这些武器的短处在于它们的预警时间太长，因此对方有足够的时间采取反制措施。为了缩短这个预警时间，双方必须将其核导弹尽量部署到对方的领土附近。1962年古巴危机前夕，美苏核武库对比为27500比3600 300，可从本土打到对方的洲际弹道导弹对比为294比56。仅从数量和总量来看，苏联似乎占据着绝对优势。不过苏联的 SS-7 当时属于刚装备不久，实际可能仅有20枚 SS-7 和3枚 SS-6 可快速应战。和当时美国的宇宙神和大力神1洲际导弹一样， SS-7 和 SS-6 此时的可靠性也不是很强。而当时刚刚成军的5艘华盛顿级核潜艇，每艘可携带16枚射程1850公里，使用固体燃料，可从水下发射的北极星 A1 中程导弹，可以在北冰洋和日本海对苏联构成潜在核威慑。而苏联当时对此威胁还没有相应的对抗措施，或者说防守策略。也就是基于这种技术优势，1959年，美国在意大利和土耳其公开部署了45枚中程弹道导弹 PGM-19 朱比特，具体部署地点距离莫斯科仅为2000公里。苏联人认为此举是美军对苏联的公开核威慑，也是后来导致古巴导弹危机的直接导火线。1898年，美国战胜西班牙后，西班牙放弃了对古巴主权，古巴由此进入半独立状态。可能很多人会问，为什么是半独立呢？其实在二战之前一直到冷兵器时代，甚至是公元前的人类战争，一直都遵循着丛林法则。一个国家战胜另一个国家，前者如果能对后者进行实质占领，那前者就可以宣布拥有后者的主权，这就是殖民地的由来。最高峰时期，大英帝国所属殖民地高达3400万平方公里，占地表总面积的1/4。当时英国本土面积不过24.45万平方公里，而殖民地面积却达到了本土面积的137倍。有史以来，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像当时的大英帝国一样疯狂。反观当时的古巴也是如此。名义上古巴获得了独立的资格，但是在事实上，作为战胜方的美国在古巴却拥有很大的话语权。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，大部分古巴产业都掌握在美国人手中。不仅如此，美军在古巴关塔那摩湾还建造有永久性海军基地。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，古巴的民族主义日渐高涨，巴蒂斯塔政府废除宪法的举动引发了古巴民众的强烈反抗。到了1953年7月，以卡斯特罗为首的古巴革命军发动武装起义，经过多次失败后，卡斯特罗等革命党人流亡海外，与南美阿根廷游击队领袖切格瓦拉合作。1956年底，卡斯特罗乘坐小艇从墨西哥偷渡返回古巴，展开了山区的游击战争。1958年底，卡斯特罗占领哈瓦那，古巴原政府领袖巴蒂斯逃到多米尼加。1959年1月1日，卡斯特罗彻底推翻了巴蒂斯塔政权，建立古巴革命政府。这一时期的古巴与美国并无敌意，但是到了1959年底，古巴领导层的激进派彻底掌权，导致大量古巴难民进入美国加州。古巴民众的变化使得大部分美国人开始反感，甚至是反对卡斯特罗政权。民意不断向时任美国总统的肯尼迪施压，希望美国能帮助古巴民众推翻古巴政权。而美国则是通过制裁向古巴施压，比如武器禁运，停止向古巴购买糖品。美国企业也开始减少对古巴的原油供应。而古巴革命政府对此的回应则是实行土地改革，没收土地和私有财产。大量美国人在古巴开设的银行、工厂、商店、农场全部被古巴国有化。1960年，古巴为了进一步的回应美国的制裁，开始向苏联购买原油和武器。同时，美国在古巴的原油加工企业也被全部收归古巴国有。1960年12月，在联合国大会上，苏联和古巴领导人非正式会面。赫鲁晓夫表示，如果美国入侵古巴，苏联会以导弹回击。1961年1月5日，艾森豪威尔于卸任前半个月宣布同古巴断绝外交关系，并冻结了古巴政府在美国的资产，开始对古巴实施贸易禁运。古巴政府对此的回应是立即驱除美国外交人员。到了这一节点，古巴的革命政府彻底倒向了苏联阵营。1961年4月15日，在刚上任不久的肯尼迪政府的支持下，古巴流亡者组成的部队驾驶改涂流亡政府标志的美国 B-26 轰炸机从佛罗里达起飞，对古巴进行了为期2天的轰炸。1000多名流亡军从危地马拉的训练营出发，抵达尼加拉瓜卡贝萨斯港登船，于古巴南部主湾登陆，意图占领当地机场，迎接古巴流亡政府归来。如果一切顺利的话，古巴流亡政府会在美国的军事介入下入侵古巴并推翻卡斯特罗政权。但是在行动开始72小时后，古巴流亡军被政府军击败，
流亡政府未能如期登陆古巴。在古巴流亡军的军事行动失败后，时任美国参议会主席里曼·雷姆尼泽上将又拟定了直接派兵入侵古巴的猫鼬行动。北方森林行动作为当时的最高机密，也是猫鼬行动的先导计划。计划内容简单总结就是袭击民用设施，制造各种恐怖袭击，然后嫁祸给古巴卡斯特罗政府，引发众怒，并以此为由出兵古巴。根据美国高层人士后来回忆说，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看到猫鼬行动计划，沉思良久后，通过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回复了里曼上将。回复内容为总统明确拒绝了北方森林行动的部分内容，然后里曼上将下令销毁北方森林行动的相关档，但其中部分文档被遗忘销毁，直至美国国会在1992年通过法案，要求与肯尼迪遭暗杀事件相关的全部500万页档案档要在25年内全面公开。刺杀卡斯特罗的猫鼬行动，栽赃陷害的北方森林行动计划，由此才被检出曝光。受到如此强大的压力，卡斯特罗不得不向苏联寻求援助。苏联当时对古巴的处境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关切。正所谓敌人的敌人，就算处不成朋友，也能将其列为暂时的盟友。这是苏联与美国争夺霸权的正确形态。想在拉丁美洲找一个立足点，古巴无疑是最好的选择，也是赫鲁晓夫求之不得的契机。赫鲁晓夫认为，古巴局势的发展直接关系到苏联在拉丁美洲的影响，关系到苏联的威信以及在拉美的立足点。因此，当美国同古巴绝交后，苏联果断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，不仅能增加了对古巴的经济军事援助，还进一步加大了各领域的交流和合作，比如政治形态。在1960年秋天的时候，古巴领导人就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了一番慷慨激昂的讲话。他面对坐在大厅里的美国人说，是你们促使我们寻求到了新的市场和新的朋友，他就是苏联。1961年4月16日，卡斯特罗宣布古巴成为社会主义国家，正式的加入了社会主义阵营。从1959年开始，美国就分别在意大利和土耳其高调部署了共45枚 PGM-19朱比特弹道导弹，机动运输的后备弹总数可能达75枚。美国在两国分别设立了10个和5个发射场，每个发射场永久固定3具发射架，每具发射架常被树立1枚，装载了核弹头并连接了燃料加注管的朱比特中导对准苏联。这些导弹喷涂了意大利和土耳其国旗，名义上移交两国空军，实际由美国空军掌管核弹头的设置以及导弹的瞄准与发射。1962年4月，最后一批在土耳其的 PGM-19朱比特弹道导弹及发射装置树立完毕。由于这些导弹可迅速发射，且露天无遮蔽公开部署，对苏联的空中侦察也毫不掩饰，处于不受保护的状态，很容易被攻击。因此苏联判定这些发射装置只是被用作首轮打击，因为如果到了战争后期，在你来我往的进攻和防守下，势必要对高价值目标进行隐蔽处理。很显然，当时的美国并没有这么做。同期，英美两国在英国本土共部署了4个中队60枚 PGM-17雷神导弹，另有20枚机动运输的后备弹，共设置20个发射场，每个发射场永久固定3套发射装置。与在土耳其、意大利部署的朱比特一样，离莫斯科也是约2000公里。和朱比特相比，雷神中程弹道导弹空重更轻，射程更远，平时存在可移动仓库里，便于拆装弹头，大多数都装载了核弹头。雷神发射装置则复杂许多，包括无尘室标准管理的仓库、多栋以掩体标准建造的控制室以及燃料储存室，全部建筑建立在近2米厚的水泥地基上，常被连接了燃料加注硬管，与永久固定的液压竖起发射架连接。接到发射命令后，需要先将导弹移出仓库，竖起后再加注燃料，准备时长大约15分钟。英国原本是按照备战数十年的标准，斥巨资建造这些发射装置，造价远高于雷神中导本身。由此，英国也取得与美国的对等的管理和发射权限。也就是说，每座发射装置有2枚同时使用的不同钥匙，英国、美国各掌管1枚，形成逻辑上的绑定关系。与此同时，美国已经拥有了可以从水下发射的北极星导弹，这些核潜艇不易被发现和消灭，而苏联当时还没有相应的对抗措施。不过这些导弹不像现在的潜射弹道导弹那么强大，当时刚刚装备的 A1 型最大射程只有1850公里，想要直接攻击莫斯科，美军潜艇必须先驶入黑海或波罗的海等苏联重兵把守的海域，所以当时的美军仅凭核潜艇还不足以对莫斯科形成核威胁。
对于英美的威胁，赫鲁晓夫的对策是升级新式的 S-25 Berkut SA-1 防空导弹。该型导弹是苏式防空导弹的鼻祖，比现在仍在使用的 SA-2 有更高承载力，但只能固定部署。升级方式属于典型的苏联式，简单粗暴，以 SA-1 防空导弹加载15000吨当量核弹头，使之成为防空核弹。1962年4月，赫鲁晓夫在与苏联国防部长罗季翁·雅科夫列维奇·马利诺夫斯基在黑海海边散步时，首次表达出了更为激进的方案，就是利用美古关系的恶化，在古巴部署攻击性中程导弹，对美国实现同等威胁。赫鲁晓夫当时夸张地向马利诺夫斯基称，这是将一只刺猬扔进美国的裤裆。不过就后来的实际运行来说，并非赫鲁晓夫的玩笑那么简单。1962年5月21日，苏军副总参谋长阿纳托利·格里布科夫和2名助手开始根据赫鲁晓夫的想法制定阿纳德尔行动。格里布科夫的初始计划为在古巴部署5个弹道导弹团，其中3个装备22型中程导弹，2个装备24型中远程导弹，每个团配有8具发射架，按 1.5 倍配备相应导弹。导弹按1:1配置战略核弹头，总计40具发射架，60枚导弹和60枚100万吨当量战略核弹。如果从古巴西部发射，导弹射程足以覆盖美国本土全境。为了给导弹部队提供支援，苏军还将部署大批防空和地面部队，包括2个短程导弹团、2个防空师、1个战斗机团、1个导弹快艇支队和4个摩托化步兵团。上述部队的总兵力为50874人。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在7月4日批准了行动计划。3天后，赫鲁晓夫拍板决定，正式向美国的裤裆里扔那只刺猬。